嗨，大家好，我是木头人。今天我要来测试一款叫做 Howard 好儿家具护木蜡的产品。通常我们家具在做完之后一定会上保护漆嘛。现在大家都是崇尚环保，以我自己来说，我就喜欢上比较天然的一些护木蜡。上护木蜡的好处就是我们还是摸得到这个家具本身的质感哦，它不会完全被漆给完全盖住。你如果喜欢时常触摸你的家具，你喜欢感觉木材本身它有温润的质感，我就会建议你使用护木蜡或护木油这一类的产品。这样除了可以保留木材本身的质感，还具有保护的作用不会像以前传统的漆种家具表面会有很明显的漆膜，这样我们在与家具接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就会感觉你与家具好像有一种疏离感。这款好儿护木蜡它是由美国公司生产的这里面的成分主要是棕榈蜡、橘子油还有蜂蜡所以它的成分算是蛮安全的，没有一些化学物质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崇尚健康环保的一个概念。然后我自己在保养家具除了会使用我自己自制的蜂蜡，制作比较精良的家具，我就会选择用 Howard 来做我们最后的涂砖。这款商品对我来说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包装设计还有它的油跟蜡的比例调和的很好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瓶盖的设计是使用乳液的这种瓶盖这个压扣开关按下去这个蜡就可以直接从这里挤出来。这样的设计其实在使用上是非常方便再来就是说它的蜡跟油的比例其实调配的很好，你使用的时候会发现它非常的容易涂抹，也就代表它的使用量会很省。与一般的涂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基底油是使用橘子油所以你可以闻得到它是有橘子的香味当然我们的成品在刚涂完一定会有橘子油的味道，可是大概隔了几周之后，这个味道就会渐渐淡掉它并不会影响到这个木材本身的香味。像我手上这一款是他们出的蜜蜡这款是我最常用的因为它的油蜡的比例是我觉得是最好加工，而且保护性也很好。那它还有另一款是比较接近蜡质的它的蜡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它是固态的这一款的话硬度就比较高一点，不过手压都还压得动，所以它的保护性老实说会比这一款还要好。不过因为它是固态的，所以我们在涂抹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一款来的这么好操作。我看你讲求的是方便性，还是说你想要保护性比较好，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产品。那它有另一款是专门 for 食器用的你如果要涂砖、汤匙、碗盘之类的木质产品，就可以使用这款食器专用的涂料。像这种护木蜡，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可以用来保养我们的老家具，还有皮件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棕榈蜡以及蜂蜡的成分可以防止皮件变硬变干并且可以让它保持光亮跟柔软。而橘子油也可以让这个皮件有一种自然的香味那在老家具的修复上，其实我们的家具用久了其实表面都会有一些刮痕，你会发现那个刮痕上面有白白的痕迹因为里面都积了很多粉尘。这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种保养蜡来涂抹在那些有刮痕的表面它就可以让那些刮痕变得不这么明显当然这不代表说它可以去填补这些刮痕，它只是可以渗透进去这些刮痕让它不这么明显。还有一些家具上面会有掉漆的问题，用蜡去做处理就可以稍微把颜色加深，那些掉漆掉色的部分就不会这么明显。那我们现在会来进行一些测试，我会在家具、皮件还有老家具上面去做测试给大家看让大家看看它的效果。那它这款产品刚刚拿到的时候里面会有个膜这必须先拆掉你才挤得出来这种乳液的瓶盖非常好用压扣给它压下去就可以从这里挤出来那它挤出来的话是像这样的膏状，所以它非常的好涂抹我们就用比较不会掉屑的这种纸抹布或是棉布来做涂砖就好了。你可以看到它的扩散性非常的好所以我只挤了一点出来就可以涂非常大的面积
我像这个木头是台湾块木，我这边是有散蜡的，这边就没有。这橘子精油的味道很香。那我们在涂抹的时候，你如果想让它吃多一点，我就建议你可以先抹厚一点。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蜡多留一层在上面，让它在上面停留久一点，让它把蜡给吸收进去。大概会放个10几20分钟，10多分钟过后，我们才会使用干净的棉布把上面多余的蜡给擦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表面的蜡给擦掉？这种涂料它硬化之后，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它表面吸收不进去的蜡，你不把它擦干净，隔天这个它没有吸收进去的蜡它就会硬化，你就会觉得你家具变得黏糊糊的。所以这个多余的蜡一定是必须要擦掉。这个大家必须要注意。那大概20分钟过后，我们就拿干净的棉布，去把多余的蜡给擦除，擦到你手摸起来不会有油油的感觉，那这个涂装就算完成了。那像这种蜂蜡涂装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说，它非常吃我们的砂膜，就是你的砂膜至少要达到320番以上，是我建议的最低的标准。表面的砂膜程度如果不够好的话，会没办法凸显这个木材本身的质感。这种涂料是会吃进木头里的，所以木头本身研磨的细致度会大大影响到这个涂装的最后效果。所以你如果要使用油砖或是蜡砖这一类的涂料，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磨到320号以上。你要打磨到400、600、800号都可以，可是起码要磨到320号。这个是要注意的。那现在我来简单测试一下这个涂完之后它的防泼水性效果好不好？这款好儿的防泼水性，我个人觉得很不错。所谓防泼水，不代表是防水真正的防水定义应该说，你水珠在上面放了好几个小时、好几天，它都没办法渗透进去这才叫做防水嘛。那防泼水的话，你可能水珠滴上去，或是你有泼到水。你在10几20分钟之内有把它擦掉它都不会有渗透进去木材的问题所以防泼水跟防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家搞清楚那现在我就来测试一下。你可以看到水珠是凝结在上面，它没有渗进去如果它有渗进去，它会像这个样子。像这样子，你一抹开，水擦掉，就有个水印嘛。像这种有防泼水的话，它就是会有个水珠凝结在上面，它不会渗透进去。然后我现在把它水擦掉，它表面还是一样，没有水渍。这个就是防泼水。只要我们，所以这类产品我们只要正常使用，你不要让它长时间有水珠停留在上面它就不会出现问题那现在我就来保养这个皮件给大家看一下效果。不管是旧家具还是皮件，我们在涂抹这种保养蜡之前最好先把表面做一下清洁，我们再去涂抹你可以先用湿抹布把表面全部擦过一遍，把一些卡在上面的脏东西擦掉，我们再来做保养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我才挤一点点它就可以涂抹到这全部可能还有多那我再来涂这个这里还多很多，把它挤过来像这个皮件涂好之后，基本上就跟本来差非常多了不过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很显著的差别。放个10几20分钟，再把表面多余的蜡给擦掉看起来基本上就跟新的一样。
那用于老家具的保养的话，一样我们先用湿抹布把表面都擦过一遍，把一些卡在上面的脏东西擦掉，我们再来做保养的动作。像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植物盒，在桌上型的很可爱的小盒子。我个人很喜欢收藏这种老盒子，我只要有去日本关跳蚤市场一定会去买。现在我们在日本跳蚤市场买这个都非常的便宜，当然我自己也会做啦，我本身也非常爱做盒子。那像这种老件的话，上面其实都很脏了。那像我就用这个老的植物盒来示范给大家看。先用一点点就好了。像这种老家具表面一定会有旧的漆嘛，我们在涂抹蜂蜡的时候，并不是说它可以吃进这个木材里，最重要的重点是它可以填补上面的刮痕。家具上面如果有刮痕，它就可以有补色的作用。我家里如果有老家具或是老橱柜，大家使用蜂蜡涂砖去做保养，其实是最容易的。你不用去考虑说它本来是用什么漆，因为你不可能把上面的漆全部磨掉，再去重新喷漆嘛。对一般人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蜂蜡涂砖就是最简单的保养方法。它可以让家具至少恢复到80%新左右。像这样涂完之后，你有没有看到？几乎整个就焕然一新了。像这种本身有漆膜的啦，其实就不需要让这个蜡在上面停留太久了，因为它也吃不进去。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做填补，还有补色。我就可以马上把它擦掉了。我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在涂完之后，我们表面的蜡一定要擦干净这个非常重要。那有一些老家具，它其实抽屉类的有时候会卡卡的，你就可以使用蜂蜡在这种会跟这个盒身会摩擦的地方涂上蜂蜡，它都会顺非常多。那这个是我大概7、8年前做的一个板凳我也很久没有帮它保养了。像这种蜂蜡涂砖许多人的疑问就是我多久必须要保养一次？以我个人的经验大概是半年需要做一次保养。什么情况下不太需要保养呢？如果是你常常在使用的家具，你常常去触摸它基本上这个家具会越来越亮，因为你本身手上是有油脂的，你在摸它的时候就等于在帮它保养这也是我们这种蜂蜡涂砖的家具的其中一个乐趣。尤其是椅子类的产品，扶手的部分你如果常常去摸它就越来越亮这个是一般油性的涂料，那种封闭式的涂料没办法体会的乐趣所以你的家具你如果常常去摸它去跟它培养感情的话，它就会越来越漂亮这是涂完之后的效果。那以上就是我为这一款好儿木质保养蜜蜡的测试。如果你想购买好儿的产品就可以在我木头人的虾皮卖场，你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或是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点击链接，在我的木头人卖场购买就可以了。那这一次我还特地跟厂商争取了赠品要送给大家影片有看到最后的朋友就有福了，只要为这支影片点赞分享，然后在底下留言，我就会抽出3位幸运观众赠送你们这一罐好儿护肤蜜蜡。喜欢我影片的朋友就可以购买我推荐的这些优质商品支持我，让我的频道可以运行得更好，我可以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拜。